我被绑匪绑架，只需要1万元，他就可以放过我。可面对我的求救，爸爸轻飘飘地让我去死。后来我如他所愿，被虐杀，被活埋。爸爸忙着和弟弟父慈子孝，直到他亲自解剖我的尸体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顶着高烧到药店买退烧药，走小巷子回家，有人突然捂住我口鼻，再动我杀了你。我配合他蒙上眼睛，绑好手脚，跟他兜兜转转进到屋子。绑匪揭开黑布，我看向杂乱的房间，害怕地缩起来。我可以给你们钱，别伤害我。他拿着烤猪毛的火枪灼烧我的后背，我被烫得嚎叫。我爸有钱，求求你放过我。绑匪哑声扇我一巴掌，我只要1万块。我闺女生病，我需要钱治病。你见到我的脸了，你爸不给钱，我只能让你死了。你给我老实点。我攥着电话，渴望爸爸接电话，这是我唯一的活路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一脚踹在我胸口处，胃里翻江倒海。我在地上大喊：等下！我爸还有工作号，输入烂熟于心的号码。我期望他能够接听电话。爸，求求你接电话呀！我咬着牙流泪，不敢发出声音。灼烧感蔓延至全身，痛得不敢乱动。绑匪拿着榔头敲断我的脚踝，阴森森地笑着：我给你5分钟，钱不到位你死。电话一遍遍地响着，我打了27个电话，心如死灰。我爸终于接通了，我爸不耐烦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：死丫头，我在给你弟修改报告，你发什么羊癫疯，一直我打电话。过2天你弟生日，记得给他买个礼物回来庆贺，否则你这辈子别回来了。榔头敲敲我的左腿，我冲着电话哀求道：爸，求你给我1万块，我以后会还给你的。我做牛做马服侍你，求求你了，爸爸。呵呵，你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，你1分也别想拿走。这钱是留给你弟买房子的，你爱死就死，不管我事。我痛哭泪流满面。爸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是你血脉的延续，唯一的亲人。弟弟只不过是收养的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会孝顺你的，给你摔盆扶灵。他挂断电话，我愣在原地，浑身血液凝固，喘不过气来。亲生父亲的冷漠像无形的手锁住我的脖颈，他的冷漠杀死了我。明明只要1万块，我就可以活下去。绑匪抢过电话，抚摸我的脸颊，惋惜道：真可惜，你只能下地狱了。一捧捧土将我掩埋，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灵魂从土壤中飘出，不受控制牵引到爸爸身边。我跟随他下班回家，亲自买菜，围上围裙给弟弟做饭。爸爸做好饭，慈爱地呼唤：阿阳，吃饭了。弟弟走到饭桌前，爸爸拿湿毛巾给他擦手，又替他盛汤。乖，饭前喝点汤。暖光下，父子其乐融融吃饭，谈论工作的事情，没有人问起我。爸爸慈爱地拍弟弟手心，满面红光，笑道：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。我平静观望着爸爸慈爱的一面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着夸赞我。弟弟是表叔带回来的，表叔说爸爸只有子女宫，被我霸占了，生不出儿子，必须要过继男孩，都是我的错，要对弟弟好，否则爸爸死后没有人摔盆抬棺，我的地位骤然下降。朝南的房间阳光好让给弟弟，饭桌上永远都是弟弟爱吃的。我失去了零花钱，每当我和弟弟起争执，爸爸都是给一巴掌，让我给弟弟道歉。你是姐姐，让弟弟怎么了？我教你的道理都学到狗肚子里了，必须要对弟弟好。你下次再惹弟弟生气，
就滚出去。我的爸爸也是弟弟的了。弟弟望着阳台隔断房间门，呆呆出神道：生日那天，我想吃姐姐做的炸香菇，可姐姐不喜欢我。他低垂头，爸爸心疼地拍着他后背安慰：阿阳，我让他滚回来给你做饭，你姐太骄纵，我让他尝尝生活的苦，看他还敢对你不好。等你实习完，爸给你买套房子，你喜欢什么车随便挑，爸爸送给你当生日礼物。谢谢爸爸！弟弟高兴地欢呼。而我只是要1万块，他都没有给我，心被伤得满目疮痍。我流着泪看他们父子情深。临睡前，爸爸躺在床上发消息，我飘过去看。你明天回来做饭，也不知道回家死外头算了。给你弟准备贵点的礼物，我报销，务必要让弟弟开心。弟弟又是弟弟，他还记得自己有个女儿吗？我再也回不了家，不知道我的尸体会不会永远埋在臭水沟旁边的公厕底下。自嘲笑笑，他知道我死了，估计会庆幸，少个人分财产，可以都分给弟弟。我爸喊钟点工来打扫屋子，看见阳台隔断的房间门半开着，说是房间，除去一张床和柜子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对钟点工抱怨，看看我养的孽种，让他做一点事就搞失踪。你帮我把这个隔断房拆了，给他一口饭吃，活到现在不知道感恩还耍脾气。说完，钟点工将我所有东西都扔进蛇皮袋，拿起我的贴身衣服，眯着眼问：老板，这些可以给我吗？爸爸挥挥手，大方给他。钟点工笑眯眯，露出一口黄牙，细细摸着我的贴身衣服，还挑选了一条纹纹，将隔断的板子都拆开丢垃圾堆。弟弟发现钟点工脚边的金锁，他慌张举起追问爸爸：姐，该不会真出事了吧？这个金锁他天天带着。爷爷他……爸爸环抱双臂靠在墙边，他这人心眼多，又搞点幺蛾子，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哪天他说不定还说自己死了，他就是想骗钱，没钱他自己就会回来认错了。更何况把金锁放在家里更加真实。我爸分析我的动机，弟弟把玩金锁，看到上面镌刻的字：愿延延平安幸福。弟弟沉默看着金锁唢呐问：爷爷，他不爱我。爷爷从来没有祝福过我。爷爷不给你，爸爸给你一个破金锁，你想要，爸爸也可以弄一个给你。祝愿无儿前程似锦。我爸打去，随意将金锁扔到垃圾桶。弟弟露出笑容，高兴地抱着爸爸头，蹭着爸爸的脖颈：爸爸，你对我真好。傻瓜，你是我唯一的孩子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爸爸笑笑回报，父子情深的深情画面，我不想看。金锁抛入垃圾桶的哐当声，是我心碎的响声。那是爷爷送给我的祝愿，他有什么权利处置？金锁被垃圾包裹着，心痛如刀绞。那是爷爷对我至真至诚的祝愿。他们想秀父子情深，为什么要丢掉金锁？这个金锁是爷爷一笔一画刻的。爷爷最疼爱我了，他会抱着我，给我讲故事，给我做饭，带我去遛弯。他逢人便说，我是上天赐给他最好的礼物。我也曾困惑过，为什么爸爸有了弟弟就不爱我了？爷爷和我说，不必执着爸爸的爱，他会加倍爱我，补偿我。自从爷爷故去，我带着金锁不离身，视若珍宝。可是他们随意把我最珍重的金锁丢入垃圾桶，我想捡起来擦干净，手却穿透垃圾桶，忘了我已经死了，什么都做不到。我放声大哭，爷爷，他们都欺负我。爸爸的工作电话响了，他单手拿钥匙穿鞋，面色严肃。我现在马上过去。老规矩，别破坏现场。走吧，阿阳。大雨瓢泼，泥土被冲散，
附近村民上厕所发现女尸，抵达现场时，厕所周围被拉上警戒线，几名警员在路边议论：这女孩真惨啊，看样子蛮年轻的。爸爸戴上手套鞋套，弟弟紧跟其后进去现场。阿阳，你过来看看。爸爸招呼着弟弟，弟弟低头观察尸体。死者面部、全身多处被高温灼烧，胸口和关节处被锤子或者榔头击打。尸体发僵，判断应该是昨天晚上8至9点死亡。爸爸满意地看着他，笑笑让他注意自己的解剖动作。冰冷闪着寒光的刀子划破皮肉。我看着爸爸边讲解边解剖分析尸体还能够给他们提供教学机会。爸爸的动作很稳当，有条不紊地解剖讲解着。警员都好奇地围过来：周哥，你生了个好儿子啊，将来继承你的衣钵。警员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。我爸扬起笑脸，以弟弟为荣。尸体被放到裹尸袋中，他亲自为我拉上拉链，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。我就静静躺在他面前。周末，我爸领着弟弟去车行订车，回来的时候特地拎着蛋糕。在他们唱着生日歌庆祝时，门铃响起。孽女，还知道回来别给他开门，他已经被我赶出门了。我爸冷脸拦住弟弟，透过门口猫眼看到保安刘叔。有人吗？我爸眼里划过异色，亲自去开门。按了半天门铃，我还以为没人在家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我联系不上妍妍，这是他放保安室的，我打不通他的电话，特地给你送上门，是他给你准备的礼物。我爸听到我的名字，瞬间应激，喋喋不休地埋怨：别提了，生了个赔钱货。他在外面鬼混，还联合别人演绑架勒索，管我要1万块钱。保安刘叔发懵，为我辩解：妍妍不是这样的人，可能是个误会。他将黑色的盒子递给我爸，叹气：我也是看着妍妍长大的，他不会干这样的事情。这是他前2天放门卫室藏着，想等生日送你的惊喜。这表得15万。保安刘叔从见到我第一面时，总偷偷给我塞糖。他一个人守着小区，见我可怜，经常会匀些饭菜给我吃。我每次被爸爸惩罚不让吃饭，刘叔心疼地摸摸我脑袋，给我扎小辫子哄我。他是为人随和开朗，小区的业主都喜欢他。我眼眶酸涩，他一如既往地相信我不是坏孩子。我爸打开盒子，惊讶地看着这款心仪很久的表。他想买很久，每次都犹豫。每年弟弟生日，我爸总会隆重庆贺，给弟弟准备礼物。他和弟弟是同一天生日，表叔将他抱回来时候，爸爸才那么高兴。沉默半晌，我爸阴阳怪气道：她一个小姑娘哪来的钱，准是被人包养了。保安刘叔勃然大怒：哪有父母这样想女儿的？你要是不要妍妍就给我，我乐意养她。爸，我姐回消息了。弟弟把手机屏幕展示出来，我爸看到我的消息，瞬间脸黑。弟弟，帮我把金锁卖掉。爸爸衣柜里有3万现金，你凑够10万转给我。他恼火地把表砸到地上。你看看他都成什么样子了，这些脏钱说不定是陪男人赚来的，还搜我房间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他从小就偷鸡摸狗，还是我家阿阳乖巧。弟弟安抚：爸，姐姐可能是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帮助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爸冷笑：一家人？他把我们当家人看待吗？还敢私自翻我的衣柜？孽女，你以后就是家里的独生子，没有姐姐，学个破专业，出来偷鸡摸狗的也没个人样。我的亲生父亲把我贬到尘土里，原来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一个偷鸡摸狗的人。
心痛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下。弟弟站在我爸的身边，郑重承诺：爸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，继承你的衣钵，成为资深法医，成为你的骄傲。我爸看弟弟的宣誓，露出笑颜，不愧是我儿子。走，我们吃蛋糕。保安刘叔将手表捡起，隔着门喃喃低语，心都偏到胳膊肘，对妍妍不管不顾。一个外面抱回来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，反倒是挺上心。丧天良，关好门。爸爸将蜡烛插在蛋糕上，笑容亲切地让弟弟许愿。弟弟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睫毛轻颤。许愿后吹灭蜡烛。爸爸，我要成为你的骄傲。门铃再次被按响，我爸不耐烦地拉开门，看到熟悉的人惊诧：你们怎么来了？来通知的是张队，他和我爸是同事。张队叹息例行公事的通知：周哥，你女儿出事了，跟我们一起去做个笔录调查原委。我爸张着嘴巴不敢置信，又牵扯起嘴角笑出声。张队，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，没必要开这种玩笑吧？不知道我女儿的德性，她就是个贱货，在外头学坏了呢。诺，刚才他还给我儿子发消息。张队将照片递来，周哥，麻烦你们配合和我走一趟。我爸目光落在照片上，身子颤抖，脸阴沉沉地跟着他们回到队里，直奔冷库。我的尸体被放到解剖台上，我爸声线颤抖，迟迟没上前。今天不是愚人节，没必要开这种玩笑。我女儿她骨头比较小，还有她手臂上没有伤疤。她站在解剖台前证明这具尸体不是我。我女儿的手腕有伤痕，是她青春期自己划伤的。她举起右手臂的小拇指。我女儿小时候做饭给弟弟吃的时候，不小心切到小拇指，压根没有伤痕。还有她不听话，我拿衣架抽打她后背。我爸翻过女尸的背后，果然看到背后复杂交错的浅痕。可能这是开玩笑对吧？我女儿昨天晚上还回过家，她今天还给我们发消息勒索要钱。你快把姐姐给你发的消息给他们看。我爸踉跄地拽着弟弟的衣服，要他把手机给拿出来。张队拿出尸检报告以及做的 DNA 比对结果。周哥，你比我们要更了解尸体。节哀顺变。我爸将报告摔地上。你们到底收了他多少钱？联合起来骗我，这死丫头就是想要钱。周哥，我们检测后发现这具尸体的身躯和四肢是两个人，案件牵涉两人，我们怀疑是蓄意谋杀。张队主动解释。我爸沉默后追问声音发颤：我配合你们的调查。他们双双被带入到审讯室内。在尸检报告中得知死亡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。他死前给你打了很多个电话，今天发消息勒索的短信应该是凶手发的。我爸脸涨得通红，抬手猛地扇自己一巴掌。都怪我，要是我给他1万块，他就不会遭此劫难了。我没有救他，我对不起女儿，我有罪，该死的是我。他才20岁啊！弟弟在旁抓住我爸的手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声音也带着哭腔安慰：爸，别这样，这是个意外，我们配合好官方就够了。你还有儿子，我会给你养老送终的。我爸卸下防备，靠在我弟的肩膀上痛哭，悲痛的声音惹得审讯室的众人皆沉默惋惜。我看着他们父子情深，令人动容，忍不住想给他鼓掌，该给他颁发奥斯卡金人奖，演得真好。3分钟后，我爸平定心绪，开始录取口供。原本我们一家3口幸福美满，8岁以前，我和妈妈从来没分别过。爸爸工作很忙，日常出差3、5天不见人影。妈妈不仅要带我，还要工作。他们相聚在一起，
总是吵架砸东西。妈妈希望爸爸换一份工作，达到工作和家庭平衡状态。她不想要丧偶式婚姻。某天爸爸吵架后直接提出离婚，他牵着我的手走了。我再也没见过妈妈，直到弟弟的到来，我连爸爸都没有了。我爸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弟弟的身上。我想念妈妈，分别时太小不记得妈妈的电话，不知道去哪里找她。听到哭声，回过神来看着我爸抽噎，他永远都像一座伟岸的大山，我从来没见过他流泪的模样。他眼眶赤红，抓着张队的手苦苦哀求：“你们一定要抓到害死我女儿的凶手。”张队接了个电话，神色越发肃穆：“我们现在有最新线索，周哥，你配合我们录好口供，我们才能尽快抓到真凶。”我爸点点头。张队沉着脸抿嘴发问：“案发当晚你亲眼见到你女儿回来了吗？你儿子是否一直在你身边？”我爸恼怒地看向张队，拍桌：“张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儿子是优秀的法医，是我的继承人，他根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不允许你质疑他。”张队语气缓和，继续问：“周哥，这是审讯，你要为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。当天你们究竟是不是一直在一起？”我爸毫不犹豫回复：“是。”他拧着眉，阴沉沉地盯着张队，这是他生气的征兆。弟弟就是我爸的心头宝，不论对错，他永远无条件地站对弟弟。我一直都嫉妒弟弟，嫉妒他得到爸爸毫无保留的爱。初中那会，我莫名其妙被几个女生霸凌，被他们关进厕所欺负，他们拽扯我的头发揍我。我回家哭诉，在学校被压迫的遭遇，期盼爸爸能为我讨一个公道。我爸冷脸质问我：“为什么他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？你有没有反省是自己的问题？”弟弟后来也上初中，开家长会时，我爸没空去，他被人嘲讽没父母，当场就和同学打起来，被叫家长。我爸赶过来替他撑腰，学校领导和稀泥处理。我爸还不服气，特地找上级施压。校领导和家长都在星期一演讲台上向弟弟道歉。至此，我弟成为初中部小霸王，没有人敢惹他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和他分享在校园里发生的事情。我知道告状只会成为他捅我心脏的刀子，我只能去讨好弟弟。只要弟弟开心，我爸就会开心，这样我就可以少受些罚。偶尔望着月亮，会想到温柔的妈妈。做完笔录后，我爸和弟弟一块回家。弟弟刚把钥匙插进门口，保安刘叔又拿着手表走过来：“这是妍妍给你的生日礼物，拿着对妍妍好点吧。”我爸打开盒子，手表静静地躺在里面，秒针转动着。他抹着通红眼眶，眼神呆滞。这一刻，他会不会懊悔没给我那1万块赎金？保安刘叔嗨嗨清嗓子，看向弟弟，刻意提醒：“你还是小心，别把白眼狼养在身边。”妍妍赚的都是干净钱，她没日没夜跑剧组当替身拍危险镜头，辛辛苦赚来的。我爸小心翼翼地将表戴在手上，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手表上。“滚开！你这人会不会说话？周岩他死了，你以后不许再提起他。”弟弟急匆匆地推开保安刘叔，将门给打开。保安刘叔也愣在原地，没反应过来。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死呢？我前天还看见你和他吵架。我爸抽噎停顿，扯着保安刘叔袖子追问：“前天什么时候几点？”转头，我爸疑惑探究的目光看向弟弟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吵架？”弟弟面色平淡，有意无意瞥向保安刘叔：“爸先回家，我和你讲清楚。”刘叔冷哼，没有多说，扭头就走。关上门，
弟弟叹气挣扎后坦白：爸，我前天确实碰见周岩，他管我借钱，我看他很着急，就没有答应。他老是晚上夜不归宿，我怀疑他拿钱去做坏事就没给。他在小区门口怒骂我，没多久就走了。爸，他做的坏事太多，我怕你生气，没敢说。再有，那你不是发现他在网上勾引男人玩私募吗？所以我哪敢将钱借给他。这一句句话有条有序。我爸没吭声，看着我弟那副无奈感慨的模样，胃里翻江倒海。他让我觉得恶心，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。前天我下班回来，脑袋昏沉，看见他搂着女人说说笑笑走出小区，我立即提醒：爸还没有回来，晚点可以带女朋友一起回来吃饭。弟弟怀抱里的女人笑眯眯地伸出手来，管我要红包。我当时没带钱，他冷脸撇嘴，高傲地蹭着弟弟的胸膛：啧，这就是你那个废物季姐，女朋友上门连红包都没有，真没用。我弟哄着他：乖，一会儿给你买个包好不好？这女人一股子风尘的气。我暗暗地提醒她，不打算结婚的对象就不要往家里带。她却把我推到地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只流浪狗，我想带谁就带谁回家，这是我家。爸不会说我，你只不过是我的佣人，你也配和我说话？滚！风尘女不客气，吐口水在我的脸上。我被他这操作整恶心了，站起来，抬手朝他脸挥过去。我弟眼疾手快地拽住我的手腕，向后用力一推，我再一次跌倒在地。看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做人会在自知之明。那女的也配和我争？我是爸的儿子，爸已经立遗嘱，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我。那阳台的小隔间，我迟早拆了，你滚蛋！我悄悄地录音。我爸疼爱这么多年的儿子，就是个白眼狼。弟弟看都没看我一眼，搂着女人扬长而去。在我爸眼里，我是不折不扣的撒谎精，他从来不相信我说的话。每当弟弟不高兴，他总会流着眼泪抱着我爸的大腿。爸爸，我是不是让人厌烦？姐姐不喜欢跟我玩，还带头孤立我。姐姐说我不能在爸爸面前流眼泪，否则就要打我。我爸听完，抄起沙发上的皮带就是一顿揍。我边躲边反驳：爸，我没有，是弟弟嫌那些小孩脏，不愿意和他们玩。弟弟只是扁嘴，一副要流泪的模样。我爸气不打一处来，我不仅被打还被罚，不能吃晚饭。我学会紧急避险，离弟弟远远的，这样我爸就没理由揍我了。初中时，弟弟迷恋上街机，他偷偷溜进我爸的房间，被我发现，提前告状：爸，姐谈恋爱了。他买了一盒套子放在枕头底下。我爸去房间搜，发现枕头下的套子，他眼睛充血，目眦欲裂，抄起衣架，记不得打了多久，后背发麻，我彻底晕死过去。他断掉我的生活费，申请休学，把我锁在家里，告诫亲朋好友以及小区的人，我是个小偷，若是我索要钱财，可以直接报公安处理。他派弟弟给我送饭，弟弟杨凤因为经常2-3天给我送馊饭、狗食，或者从垃圾桶捡来的剩饭。我悄悄从窗户爬出去，家里我和孤儿没有区别，不敢依靠任何人，偷偷在路边捡废品。保安刘叔发现我偷摸捡废品，给我介绍零碎活计，去粪捡快递、捆钢筋、搬砖。我双手磨的全是茧子血泡，很累，但是我能吃饱饭了。被关的1年时间，我凭借顽强的毅力活了下来。我爸大发慈悲，让我重新念书。高考填志愿时，我选择影视表演专业，只为能多赚点钱。我爸对我的偏见再度飙升，
他撕碎我的录取通知书，质问：你知不知道娱乐圈多混乱？你跟你妈一样，天生贱样，就知道魅惑男人，记不起我妈的模样了。我倔强地看着我爸，什么也没说，流着泪捡好通知书的碎片。弟弟说的没错，我只是个佣人，他们才是血脉情深的父子。以前他们把枪口对准我，现在我死了，我倒是期待没有我这个踏脚石，他们怎么演父子情深的戏。我爸坐在沙发上，双目无神地望着阳台。弟弟拿着纸箱，将我在这个家的痕迹彻底抹除。杯子、牙刷、毛巾，我的房间也被拆了。他通通收拾好后，扔进蛇皮袋拖出去。门的嘎吱声让我爸回过神来，眼眶红红地拽住蛇皮袋。不行，这些不能丢，都是你姐姐的遗物啊！弟弟硬拽袋子，最终还是抛出门口。爸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以后咱就好好的活。我这是为了不让你触景伤情，为你好啊。我爸像是第一回认识弟弟，盯着他没出声，这才是他宝贝儿子的真面孔。阿阳，你姐刚死没有3天，你就要清掉遗物，太无情了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你姐姐啊！我爸用尽全力，歇斯底里地吼着，将悲痛发泄出来。弟弟扁着嘴，难过又失望。爸，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？你可是看着我长大的，还不清楚我的为人吗？我只是想让你快点走出失去他的痛苦。我爸最终还是将蛇皮袋拖回房间。弟弟下班回来，特地做饭。爸，都昏昏沉沉一整天，提起劲来吧，我还需要你呢。我爸点点头，看着桌上的3菜1汤，目光瞟向我常坐的位置，哽咽道：你姐还没吃过你做的饭菜。爸振作起来，他也不希望你那么痛苦地活着。弟弟关心地摆碗筷，又给我爸夹菜。外人看到了都得夸赞弟弟有孝心懂感恩。弟弟放在饭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亮屏，他连忙盖起来，屏幕朝下。我爸蹙眉抬头道：怎么不接电话？工作电话可不能错过。弟弟拿起手机，走到阳台接电话。别再打电话过来了，我不买保险，也不买房，也不买车。看到我爸的视线在他身上，弟弟笑笑解释着，信息泄露太严重，成天有骚扰电话打进来。我爸吃了几口，便放下筷子。爸，我看你太疲惫了，需要休息，给你热了杯牛奶，喝了也能睡得舒服。我爸欣慰地扯了扯嘴角，拿着牛奶进房间，看到墙角的蛇皮袋，手一抖，牛奶泼在地上。没过多久，弟弟走进来，看到我爸躺在床上，翻看我的相册，床头柜的杯子空了，弟弟顺手拿了出去。爸，早点睡吧。急促的电话声打破夜晚的宁静，清晰的争吵声从隔壁传来。到底要做什么？一个劲的给我打电话，我今天差点露馅了。他是资深法医，任何手脚都有可能被发觉，到时候我还怎么继承他的遗产？那10万块我已经打到你账上了，别再骚扰我，你真的会害死我的，以后我会给你养老的。我爸听得清楚，嘴唇发颤，直到房间门被打开，弟弟蹑手蹑脚进屋，站在床边伸出手指探我爸的鼻息，眼见呼吸平稳，他放心地低喃着：爸，你今后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爸爸，周岩那个废物不配和我斗。黑夜里，我清晰地看到我爸裸露在外的手臂青筋暴起，弟弟哼着歌关上房门，隔绝一切的光亮。我爸从床上坐起来，拖着泪抚摸我的照片。阿言，是爸爸对不起你。这头潜伏在我家里10多年的白眼狼终于被发现了，我的心却平静如水。我早就不渴望父爱了。我爸抚着相框，
我在草地里笑得阳光明媚脸庞，轻声道：妍妍，爸爸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这一句话很轻，我却听到了。醒悟后的爸爸恢复精气神，申请退休。他每天都做好3餐，中午开车去单位给弟弟送饭，每一餐都精心准备。早上特地做椒姜滋补羊排包，弟弟虽然觉得油腻，那还是乖乖吃了。他提包上班后，我爸就在电脑前默默地计划着第2道菜：清蒸大闸蟹加番茄芋头牛肉羹，两者同时吃会伤害脏器，引起腹痛。中午的小食堂，弟弟看着我爸送来的午饭，面露惊喜：爸，你对我真好。看着他一口接一口地吃下去，舔着嘴唇回味鲜美的饭菜，我爸嘴角上扬，骄傲赞扬他：我的儿子当然是得用心呵护，以后你的1日3餐我都会精心准备。弟弟笑得特别灿烂，以为我爸已经彻底从悲痛中走出来，他也恢复往常模样。当天晚上，弟弟吃完豉爆鲶鱼和麦冬菠菜猪肝汤，没过3个钟，捂着心脏绞痛，让人喘不过气，浑身冷汗。爸，我好疼，疼了5、6分钟，我弟这才恢复。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拨弄头发，原本坚韧的发丝却轻松脱离头皮，指尖都是他彻底慌了。爸，我要去医院做检查。我爸老神在在的附和：估计是你脸比较红，肾气旺。今天周3，等到星期6我们就去医院，爸陪着你。弟弟也没有着急回房间，将自己见到的一些案子和我爸提起，向他询问如何处理。聊着聊着，困倦上头，弟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。我爸给他盖上毯子后，拿他的指纹解锁，将所有的数据信息都拷贝下来，又放回原位，回到房内反锁。我爸将电脑打开，看着他手机里的一条条信息，以及他们密谋杀我的全过程，拍摄视频记录虐杀埋尸的全过程。我爸愤怒望着串熟悉的号码，瞳孔震惊，直接打过去：你在哪里？他在电话里回复：表哥，我在家里呀，淮海路18号，你过一趟，我找你有事。我爸忍着恨意，在黑夜中敲打键盘，邀约表叔。淮海路18号是废弃工地，冷风萧瑟。我爸驱车赶到，看到一个黑乎乎又瘦弱的身影蹲在马路边。表叔回过头抱怨：表哥，你怎么突然找我？这都好多年没见了。我爸拿着布捂住他的嘴巴，拖着他往里面走去，提着他衣领往地上砸，从腰间抽出电棍，滋啦一响，表叔全身颤抖，口吐白沫，躺在地上。表叔缓过劲，惧怕地往后挪。你想做什么？我爸踩在他胸口上，电棍搭在他脖颈处，见他缓过劲，又电下去，反复2次。表叔眼睛泛白，痛苦的哀嚎。我爸把他提溜起来，捆水泥柱上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电棍在裤裆处停留，把儿子送到我身边，图谋我的财产，谋害我女儿。你真是我的好表弟。表叔流着眼泪哀求，那眼睛和鼻子和弟弟五官神似。我爸确认自己落入圈套了。表哥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我知道错了。周岩也死了，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，照样给你摔盆扶灵。他呜咽哀嚎着，视线模糊，裤裆逐渐湿润，骚臭难闻，浑身发麻又颤抖。表叔的话触动到我爸心弦，他怒火飙升，左右开弓，朝表叔脸上狂甩巴掌。一个白眼狼，不配当我孩子。表哥牙被打掉，嘴巴都是血，脸肿的青紫，气息微弱，声音依旧高昂：阿阳是好孩子，你私下对我用刑，我要去报案。
我爸捂着肚子，笑得直不起腰。我已经找到你们密谋杀害严严的罪证，你不是想为白眼狼谋前程？我会让他也一起下地狱陪你。表叔死命挣扎，绳结却越来越紧。你敢动阿阳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我爸拿着电棍直戳命根，表叔被电得舌头外露，像条狗叫喊着，叫嚣的气焰消散，哭着博取同情。表哥，我没出息，周岩不过是个女的，连你都称呼她是赔钱货。阿阳也姓周啊，我只是想要她有个好前程。当父母的哪能不为子女考虑？他说得来劲，将自己的心酸不容易掰碎剖析给我爸听，眼含泪光卖惨。我飘到他上方，恨不得将他扒皮抽筋。他们想要继承财产，要清除绊脚石，所以我就该死。我努力地活下来，想着靠自己赚钱工作治愈不幸的童年。我爸怒不可遏，拿电棍不停地电他。你害死我的女儿，你要偿命！表叔疯癫地笑着，憎恨地看着他。害死你的女儿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你虐待罚他，是谁让他住阳台，不让他吃饭，不给他念书，拒绝抚养他？我们只不过帮助你把他解决掉。表哥，你应该谢我的。我爸双腿一软，跌倒在地，掩面痛哭，拧断他的手脚筋，抄起电棍一顿暴虐，求救都喊不出口。他疼得抽泣，昏死过去。临走前，我爸扔下话：你可以和你儿子在牢里相遇。凌晨3点，弟弟靠在沙发上呼呼大睡，我爸拿着迷药的帕子捂住他鼻子，将他捆到床上，像待宰的猪。端起刚烧开滚得冒泡的热水泼到弟弟脸上。啊！弟弟惨叫，猛然睁开眼，烫得他皮肤火辣辣，如火在灼烧。我爸把袜子塞他嘴里，弟弟死命挣扎，锁链和床碰撞，发出轻响。我爸阴冷讪笑，享受我特地为你设计的惩罚吧。拿着钉子插进指甲盖缝隙，拿着电钻钻入血肉，双手鲜血淋漓，提着菜刀将男人引以为傲的部分切下，随意丢到他嘴里。弟弟疼得弓着身子，双眼赤红，费力想吐掉嘴里的物件。我爸将袜子拿来，居高临下看着他。虐杀严严开心吗？弟弟着急辩驳，额头满是汗。剧痛的脑袋让他混沌撕心裂肺低吼：爸，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，你要为了一个贱货毁了引以为傲的孩子吗？我爸厌恶地甩他2巴掌：白眼狼不配成为我的孩子，你也不需要解释了。你们的聊天记录我已经备份，等待监禁吧。我养你到这么大，告诉你做人礼义廉耻，果然血和你爸一样脏又无耻。弟弟眼看没有解释的余地，阴沉沉地笑出声：爸，你从来没有信任过他，现在人死了，你倒是父爱深沉了。我做的那些事情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？这些都是在你眼皮子底下，是你默许我欺负打压他的。我爸气得捂胸口，脚步踉跄：你密谋害人还不承认？弟弟嗤笑，眼神阴冷似毒蛇：爸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和平共处？以你的水平，觉得可以掩盖拥有不成器废物女儿的黑历史？我会成为你的骄傲。你想给周岩讨公道，被绑架时他给你打27个电话，要1万块而已，你都不愿意去救他。你知不知道他跪在地上一直求饶，喊爸爸救我？他会原谅你吗？是你害死了他，该赎罪的是你。我爸痛哭流泪，停顿下来。弟弟见刺激到爸爸，胜利的嘲笑：爸，你还有反悔的机会，拥有一个优秀的儿子和一个废物女儿。我爸1巴掌甩过去：我要我女儿。弟弟疼得晕死过去。卧室又恢复安宁，屋子充斥的血腥味挥散不去。
这回爸爸选择了我，我却没有胜利者的喜悦，将金锁捧在手心。我爸哭着走到阳台处，拿着我的照片道歉：妍妍，爸爸知道错了，爸爸会向你赎罪的。我漂浮在空中，心如止水。事情已然发生，不是道歉就可以掩盖错误。我拒绝原谅他，他从来就不是合格的爸爸。我爸将所有证据都呈递上去，进了厨房，将提皮虾加维 C 混合搅拌，灌入弟弟喉咙。虾内含5价砷，混合维 C 还原3价砷，慢慢感受穿肠烂肚而死的滋味。弟弟恢复些许意识，流着泪低喃：爸。我爸的动作越发暴力，勺子快捅穿他喉咙，咬牙切齿：我只有一个女儿，这只是开始，你还有幸福的后半辈子。弟弟想睁开眼睛，嘴巴微张，火光顺着窗帘逐渐吞噬房间。我爸将房间锁上，掐着表看着他坐在沙发上忏悔：妍妍，爸爸从来没有相信过你。我被白眼狼蒙住双眼，不，我也是害死你的凶手。火烧到沙发上，我急得打转，浓烟滚滚。隔壁发现不对劲，门被冲破，保安刘叔盖着棉被冲进拖走我爸。消防来得很快，火势被扑灭，2人都获救成功。弟弟被送入医院，张队叹气指责他：周哥，你放火会害死人的。我爸古井无波的眼没有波澜，证据我提交上去了，你们早点抓捕归案爸爸。他举报弟弟学术造假，中饱私囊，涉嫌谋害10多项罪证，并案处理。弟弟没死，全身80%皮肤被烧溃烂，面临无期徒刑。我爸提前为他准备的食疗，日日夜夜都会复发，疼得他痛不欲生。表叔被判死刑。10年前，他抱怨社会不公，杀害4名女性，埋尸荒野。陈年旧案昭雪，死者冤骨得见光明。我爸把我埋在环山墓地，轻松矗立，风景不错，把妈妈也牵到我身边。她在太阳出生时，从天台一跃下，被张队埋到我的身边。分别14年，我们再次一家团圆。我漂浮在空中，看着连排墓碑，年少梦寐以求的阖家团圆完成了。张队给我们都烧了很多纸钱，灰烬漫天飞舞。他愿我们来世可以再聚，缘分彼此牵连，再聚成为一家人。我双手合十祈愿，下辈子我可以成为自己坚强的依靠，不再执念于爱，一人也可以纸伞，为自己遮风挡雨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